21世纪的奇迹，人类军事史上伟大创举之一。6月13日，朝中社报道，之前下水失败的驱逐舰在12日就已经修复完毕，并2度下水，还顺手起了一个新名字“江舰号”。不得不说，速度挺快的。金正恩之前勒令1个月内要见到成果，做不到估计就要炮决伺候。结果下面的人仅用时23天就把江舰号重新下水了。问题在于，下水归下水，这船能不能用还是两说。没办法，朝鲜的操作太骚了，什么气球增加浮力、砍头扶正，各种火力军没见过的花样，朝鲜都用上了。那么从扶正到重新下水，江舰号都经历了什么？这艘船还能不能执行作战任务？5月21日，江舰号在青津港下水时翻覆，事故发生时，金正恩正在现场观摩，目睹了全过程，当即大怒，要求在6月下旬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修复舰艇，还抓了不少背锅侠。眼看老大发话了，下面的人赶紧开始干活。想要修船，第一步就是要将船扶正，操作不难，设置足够多的浮筒，然后和拖船配合，将还停留在岸上的舰首部分推入海里。不过之前我们也聊了，朝鲜本身就缺少5000吨级军舰的建造经验，打捞和救援的经验自然也为零，结果卡着了。于是朝鲜玩起了骚操作，决定向印度学习，拿气球增加江舰号的浮力。2025年5月25日，商业卫星一拍，朝鲜青津造船厂遍地都是气球，在一艘侧翻的军舰上晃悠。在此之后，更离谱的操作来了。6月2日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相关人员表示，朝鲜已经将驱逐舰扶正，卫星照片也证明了这件事儿。但问题是，已经扶正的江舰号样子跟下水时不太一样，头没了。朝鲜在扶正船体的同时，拆除了包括前主炮在内的部分舰首。6月5日，商业卫星影像显示，这艘翻覆的军舰已经顺利在青津港内的水域漂浮，在舰体上还有不少气球，可能是为了稳定姿态或者防止再次发生意外。等到6月8日，商业卫星影像公司 MaxAR 公布的最新照片显示，这艘受损的崔贤级驱逐舰目前已安置在罗津港的固定式干屋内。看来青津造船厂这也是知道自己干不了这活，于是把任务交给了其他人。这也没什么，但火力军没想到的是，仅仅4天后，也就是6月12日，江舰号就重新下水了。金正恩同样亲自出席，见证下水，并致辞表示，崔贤级舰后续还会再生产2艘，预计2026年开工。这个过程中，朝鲜最意外的操作就是气球增加浮力以及砍头扶正，这样做真的有用吗？朝鲜的气球不仅能用来装米田共，远程骚扰韩国，还能用来扶军舰。在江舰号下水失败几天后，卫星照片显示，驱逐舰周边漂浮着不少浮箱，空中还有很多气球。日本媒体报道，朝鲜这是利用气球将驱逐舰升空，上演现实版的飞屋环游记。美国的智库专家表示，朝鲜为了让驱逐舰直立，绑了好多气球。就实际情况来说，气球扶正驱逐舰，朝鲜这是效仿印度，只是人家印度捞的是飞机残骸。2024年8月，印度海军人员从贾坎德邦昌迪尔水坝捞出失踪的飞机残骸，当时用了气球辅助，之后还表示气球技术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再不是什么高科技，只要把空气未充的气囊固定在沉船上，再给它充气，利用浮力把船给升起来，靠的是气囊的浮力，不是气球的升力。这个打捞技术的关键就是将气囊放到水下之后再进行充气，而朝鲜这边则是将气球绑在船上，操作不一样，也没什么用。飞机残骸多重，估计也就几吨，而朝鲜的驱逐舰达到了5000吨，每立方氦气大概可以提供1公斤升力。一个5吨重的飞机残骸，那就需要5000立方米的氦气。如果是一个长方体气球，那这个气球需要长25米，宽20米，高10米。这还只是仅考虑飞机残骸，没考虑气球自身的重量。如果想要拉起来一个5000吨的驱逐舰，那就需要一个长宽高各170米的气球，这很难实现。就朝鲜这点小气球，拉炮都费劲。如果不是用来拉军舰，那朝鲜应该是将气球作为一种提供浮力的措施。有消息称，在扶正江舰号时，朝鲜第一次尝试的是双缆牵引的方式复位舰体。
现在对进水的舷舱室进行抽水作业，减少内部压力。2根钢缆连接在舰体中部和尾部，再往舰体周围部署几十个大型浮筒与气球，为驱逐舰增加一个向上的浮力。之后再拉钢缆。不过结局很明显，没什么用。气球这玩意儿就是一种心理安慰。方法太过落后，别的国家扶正大型舰船一般都依赖专业浮吊船、大型浮船坞或模块化举升系统。挪威在2018年打捞英斯塔号护卫舰时就用了2台浮吊以及精密的水下焊接封舱技术。朝鲜没这条件，受限于技术问题，只能选择这种落后的方式。发生事故的青金造船厂之前是建造货轮的，朝鲜海军这边也没有救援5000吨驱逐舰的经验。不过也有消息称，朝鲜的气球不是用来提升浮力的，而是用来照明的。将军的指示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驱逐舰修好，需要昼夜不停的赶工，晚上照明就只能依靠气球。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中，苏联需要在核反应堆上方搭建一座石棺，但到了晚上，怎么给数十米高的反应堆厂房上空照明就成了一个问题。于是苏联就在气球里冲进2000立方米的氦气，再挂上一台40千瓦的照明灯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在朝鲜这边，几十个照明气球在头顶一飘，就形成了无影灯的效果。但不管朝鲜的目的是什么，船都没有扶正。于是更离谱的操作来了，砍头扶正。在6月2日，根据各大媒体报道，继法国蓝宝石号与珍珠号的拼好艇 F-35的拼好机，朝鲜又推出了一款拼好舰。在扶正过程中，朝鲜先把卡在船台上的舰首部分从舰体上切下来，之后再进行舰体扶正。这种操作并不罕见，比如法国的潜艇。2020年6月，法国珍珠号发生火灾，高温导致整个潜艇的前部完全烧毁，后半部并未受损。那怎么修呢？哪里坏了点哪里。法国提出了一个想法，用退役的同级舰蓝宝石号舰首的脑壳替换珍珠号有问题的脑袋。美国的 F-35也这样拼过，一架因火灾把屁股烧毁了，剩了半个身子还算完整，另一架因为起落架罢工，机头被摔烂了。美国高层一合计，一个前面没事，一个后面完好，一拼不就成新机了？说干就干，这架拼好机于2025年已经重返蓝天。在舰艇领域，哪里坏了点哪里的操作也挺常见的，就比如美国的科尔号驱逐舰在2000年遭遇自杀式袭击，左舷水线处被炸出一个长达12米、宽6米的大洞，船员经过紧急堵漏、排水和平衡压载，避免了沉没的结局。但舰体受损挺严重的，主引擎室被毁，船体结构严重变形。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龙骨没事，之后美军将其拖到帕斯卡古拉造船厂进行维修工作，切除约550吨受损钢结构，包括左舷外壳、内部舱壁及甲板，重新建造12米乘6米的船体分段，之后再安装上去，还加了点新装备。虽然没有砍头，但过程是差不多的。而且现代军舰普遍采用模块化建造，舰首作为独立分段设计，理论上可以替换。不过其他国家切东西都是为了修复武器，朝鲜却是扶正军舰，火力军还是头一次见。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，由于舰体前部重量过大且卡在船台，船台轨距吊平不当，导致重心失衡。朝鲜决定切割舰首部分，包括主炮基座、垂发系统和杆，以降低前部重量，并确保后续扶正操作的重要性。当时有说法是，如果直接拉江舰号的话，舰艇会受到高度集中的应力作用，增大舰体中间段撕裂的风险。如果选择切割舰首，在扶正过程中龙骨不会受到太大影响，等江舰号扶正之后，再把拆下来的部分装回去就行了。这话说的很有道理，火力军当时都相信了。但是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这个头到底有没有被砍还不好说。江舰号在青金造船厂扶正下水后，有商业卫星报道了其卫星照片。离谱的是，头又出现了。所以也有分析认为，所谓的砍头扶正，那是因为船头靠近救援设备，产生了一个视觉误区。说实话，这不是没有道理，有图有真相。当然，也有人认为朝鲜这是光速把船拼好了。
火力军估计速度应该没那么快，砍头的消息是6月2日传过来的，重新下水的卫星图像是6月5日爆出来的，仅仅3天时间，应该没有那么快焊接好。驱逐舰又不是啥模型，上点胶水就行了。如果真是分头行动，别说3天，给朝鲜30天的时间都不一定能焊回去。而且根据媒体报道，在青津港内漂浮的江舰号舰体上还有气球，这也间接证明了一件事：气球大概率不是用来照明的，而是增加浮力，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。之后江舰号就从青津港挪到罗津港，并于6月12日2度下水。那么这艘重新下水的泡水舰还能执行作战任务吗？先说结论，江舰号恐怕还不能执行作战任务，即使没有砍头扶正也是如此。如果事实就像媒体6月初报道的那样，江舰号是砍头扶正，那么执行作战任务的时间大概就要到2027年之后了。美国的科尔号驱逐舰在被炸之后，2000年12月抵达船厂，2002年4月完成修复并重新服役，花了1年0.5个月的时间。在这个时期，美国造舰实力并没有大幅度衰退，熟练技术工人流失，船坞被迫废弃，盾舰建造速度放缓，那是2000年之后的问题。虽说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维修舰船的时间会变短，但是就朝鲜的技术来看，明显做不到这一点。毕竟在2000年的时候，美国航母盾舰都已经一大堆了，而朝鲜2025年才下水5000吨级的崔贤级，没道理维修速度比美国还要快，3天焊接好就下水的可能性为0。从这个思路考虑，朝鲜所说的2度下水也不可能，那么真相只有一个：朝鲜上演了一场狸猫换太子，把扶正的那艘驱逐舰偷偷藏起来。重新下水的驱逐舰其实是崔贤级1号舰，只是这就有点阴谋论的看法了。而且商业卫星 MaxAR 也没有发现相关的信息佐证。非要说的话，1号舰可能伪装成货船跑到青津港之后与江舰号互换身份，换到罗津港之后换个期就行了，4天的时间绰绰有余。如果没有砍头，而是江舰号实打实的扶正，并且被拖到罗津港找俄罗斯技术人员维修，也不太可能立即下水。从翻船的程度来看，船舰主机、发电机可能遭海水灌入，需要翻修或进行更换，加上准备下水典礼，4天能搞定。火力军是绝对不相信的。如果龙骨受损，加上矫正和船体结构修复，估计1年才能完成。除非事实就像朝鲜说的那样，本起翻船事故什么影响都没有，把水一抽就完事儿了，这话谁信呢？反正火力军是不信的。当然，如果朝鲜官方发布2艘崔贤级在海上驰骋并发射导弹的视频，那就当火力军没说过这话。总的来说，在经历帆船事故之后，朝鲜江舰号重新下水，并不意味着可以执行作战任务。龙骨是否受损，舰头是否切割，恐怕只有朝鲜自己知道了。好了，这一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朝鲜重新下水的江舰号能执行作战任务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